厉香音看着眼前简约风格的店铺，脸上凝出微微的疑虑。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或者可以帮到您的？厉香音被眼前女人的容貌惊艳，她呆愣了片刻，才吞吞吐吐的开口：我想要一杯。您是不是需要一杯这个？这是我们店的招牌饮品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请稍等，我们店长马上出来为您制作。燕之日，来客人了吗？这位客人点了一杯恶魔出租。厉女士，请您稍坐，饮品立刻奉上。听到第一次见面的青年准确无误地说出自己的姓氏，厉香音不由得后退半步。厉女士，这是你点的饮料。这饮料的颜色有些奇怪，本店的一些特色材料而已，放心，绝对安全无毒，味道你也会喜欢。这味道如何？好怀念，和我母亲经常给我熬的糖水一模一样。你喜欢就好。那么，请告诉我你的困扰。放心，不会有人进来。我的女儿被人害死了。如今年过50的厉香音是一名普通的母亲，她和丈夫刘突飞都是本地的工人，两人结婚后育有一个女儿，名为刘梦庆。厉香音一家3口虽然不算富裕，但过得也是幸福温馨。刘梦欣自小就随了母亲的温柔漂亮，她学习优异，考上本市重点大学后又被保送研究生。正当一家人都盼着刘梦欣毕业找个好工作，开启幸福人生之时，却不想天不遂人愿。在一次学校内部组织的聚会上，刘梦欣被她的前辈尚宇给下药糟蹋了。虽然刘梦欣在醒来后立刻报警，但却因证据不足和尚宇的人脉将这件事压了下去。即使刘梦欣全家再三报警，但都是无果而终。而且尚宇为了引导舆论，还暗地里请人造谣。一时间不明真相的学生教师纷纷开始在网上谴责，甚至辱骂刘梦欣。刘梦欣不堪受辱，跳楼自杀。看到女儿走上绝路，厉香音一夜白发，丈夫刘突飞更是脑梗瘫痪。曾经温暖和睦的一家就这样沦落到家破人亡。而内用自己鲜血一笔一画写的遗书，总算唤起了舆论的怜悯。警方再一次展开了调查。当证据确凿，将尚宇终于拉上法庭后，众人才知道刘梦欣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。但即使如此，此案最终的判决也只是尚宇赔偿几十万和坐牢7年而已。家破人亡的厉香音在这7年里不停地上诉，希望尚宇能够判处死刑，但终究没能成功。7年后，当她站在监狱外看着笑容满面的尚宇出狱之时，她内心的愤恨达到极点。她不怕自己以命偿命，只怕自己的丈夫无人照顾凄惨而亡。本来我绝望的快要放弃了，但就在不久前，我得知那个畜生居然又回到了学校工作，这不公平。明明我们什么都没做错，但为什么到最后他能和从前一样，而我们一家却变成这样？7年的坐牢根本就不是这个畜生应该得到的惩罚。我要给女儿报仇，我要让她受到我们全家1000倍万倍的痛苦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我只是个普通的母亲，我做不到那么大度，只有亲眼看着她痛苦万分，才能够让我女儿瞑目。那么，你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女儿报仇？没错，我从别人那儿听说这家店可以帮我复仇，所以我来到这里。如此，便重新介绍一下，我叫岳炫，是这个恶魔出租店的店主。想要实现你的愿望不难，不过你要知道，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。任何代价我都能接受，不过你要如何实现我的要求？简单，租一只恶魔给你。看着岳炫认真的表情，厉香音突然觉得自己愚蠢至极。什么出租恶魔？这比乡下的神婆还不靠谱。你是怎么听人描述我这里的？我们院中有一个拾荒老人，他说年轻时曾在这里以某种代价实现过愿望。那你相信他？他是个我认识了10几年的好人，虽然觉得他的话会有些夸大，但肯定不是胡说。我想这里可能是能花钱通天的地方，所以才来试试。毕竟因为走投无路，所以要相信，要尝试。但我没想到这里居然是用迷信骗钱的地方，说的好像世界上真有恶魔似的。现在我也后悔相信那个拾荒老人的话了。这可和迷信沾不到边。不过这个世界的确有你难以知晓的存在，比如恶魔。对不起，是我打扰了。绝望无路，有时候选择相信才能走出下一步。我带着我所有的钱来这里，甚至连我和我老公最后的口粮钱都拿出来。我们不怕会饿死，只求真的能有一个机会报仇雪恨。如果世界上真有那所谓的恶魔鬼怪，那就一定有神佛仙人。天下间像我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，可却从没有神佛仙人为我们主持公道。
但你们这些用什么恶魔鬼怪来骗钱的人比比皆是。除非让你们口中的恶魔鬼怪真的站在我面前，否则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看看我女儿的下场就知道，随便相信他人是会死的。妈，你不想我吗？心儿，厉香音发疯一般朝隔间冲过去，丝毫没注意此时整个店铺都暗了下来。心儿，我的心儿，你还活着？即便对面那张脸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面容，但厉香音却本能害怕起来。你不是我的女儿。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人类没有因为执念而丧失理智，我都觉得有趣。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这是恶魔出租店，出租恶魔实现愿望的店。那他就是？没错，他就是我要出租给你的恶魔，实现你的愿望，他最合适不过。他的名字叫蒙氏，可以帮你复仇，租还是不租，你自己选择。代价是什么？你的灵魂。这是当然的代价，不过我有个请求，能否让我照顾丈夫，直到他去世之后再收走我的灵魂？毕竟除了我，他一无所有。放心，我丈夫怕是撑不了多少日子，你不会久等的。你是个让人敬佩的母亲和妻子，我可以等你自然老死之后再收取你的灵魂。不，报仇和给丈夫送终之后，我对这个世界再无留恋。好，回去之后你向蒙氏说出自己的愿望，愿望实现后，你我的契约正式成立，再次相见之日便是我收取代价之时。话音一落，四周的昏暗瞬间消失，店内的一切恢复如初。无论活了多久，总是能碰到这些可怜的人。店主，你要出去？有一笔租金到期，我要亲自去取。您路上小心。李洛，50年不见了。您是月炫。既然您来了，那么就意味着今天便是我的大限。您愿意移步到我的房内坐坐吗？别看我是个捡破烂的，但房屋却很干净。好，你带路。两人很快来到小区中最偏僻的一栋楼内，李洛的家在楼中一层。想不到您居然会来这里陪我最后一程。这2天我也感觉怕是几天后的80岁生日都过不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50年不见，您还是没有任何变化，不像我已经形如枯槁。时间对我来说没有意义，你后悔吗？您在绝望之中拯救了我，我没有半分后悔。相反的，这50年来，我时刻在心中感激遇到了您。况且我知道，从一开始您就是怜悯我的，不然也不会等到我寿终正寝才收取代价。公平交易，倒也不必感激。和你一个小区的厉香音已经来找过我了，他家的事情很悲惨，我能感同身受。可是普通人除了叹口气外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告诉他一个希望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，之后的一切都由他自己决定。李洛看着月炫，眼中露出一丝期待。月炫看得出来，他想知道厉香音的决定。他做了和你一样的决定。听到这话，李洛的神情豁然开朗，他微微一笑，刚要说什么，就觉得心口一阵剧痛。因为你的选择，你永远无法再次见到你的爱人。不过你说了，你并不后悔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我以自己灵魂为代价，得到了一次给女儿报仇的机会。曾经说好要生生世世做夫妻的誓言，我可能做不到了，但我相信你也会为女儿做同样的事。我今天见到了女儿呢，虽然不是本人，但确确实实是咱们心儿的样子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见到她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很高兴。都是爸妈不好，没有保护好你，妈妈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蒙氏先生，您在吗？说出你的愿望，想要你的仇人受到什么样的痛苦？我希望能将尚宇最心爱的人和他一起受尽折磨而死。折磨致死的确不错，不过可惜，这个人的心里似乎没有真正心爱的人或物，毕竟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是亲生的。他的老婆偷人，
活该。他老婆娘家有权有势，当初结婚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如今两人没有感情，都是在外面各玩各的。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老婆和别人生的，但因为女方娘家的关系他没有说破，毕竟孩子从小也用不着他亲自找。既然如此，看来他最在乎的就是自己。我希望你用最恶毒、最残忍、最痛苦的手段折磨他，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这件事保你满意。我希望全程在场观看，并且您能以我女儿的样貌完成这件事。没问题，你能全程观看，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我们的服务可是很到位的。那么你什么时候动手呢？自然是午夜。我喜欢在做正事前先下猎物，这才有趣。这是独属于我的午夜狂欢。不知道您能否在等待午夜到来的这段时间变成我女儿的样子呢？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都没有坐在一起吃顿饭了。我也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再看一眼活蹦乱跳的女儿，即便知道是假的，我想我丈夫也会高兴的。人类总是跳不出情感的枷锁，也罢，就当是特别服务，之后让月轩那小子报销就行。心儿，老公，你看，心儿回来了，你们先聊，我这就去买菜做饭。人类还真是有趣。傍晚，在厉香音的操持下，一家人和和睦睦地吃了晚饭，并在电视前一直等到午夜降临。当午夜的钟声第一次响起，已经熟睡的尚宇从梦中惊醒，他转头看了看只有自己的床，他感到口渴，起身走到厨房，在冰箱中取出水狂饮几口之后，他突然愣在原地。借着投入屋内的微光，他感到厨房的角落里似乎有一个人影。很快他就确定自己没有感觉错，那里的确有个人影。他认为可能是那些自己害过的人潜伏家中伺机报复。想到这里，尚宇突然不那么害怕，反而愤怒起来。他慢慢移动到一边的刀架旁，拿起一把菜刀。老婆，是你吗？看来是窗外透进来的影子。要是真想找我报复，我也不是吃素的。为了几个臭女人坐了7年牢，看我之后怎么报答你们。尚宇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，当再次醒来之时，他希望刚才的一切只是个噩梦。当发现那暗红的光亮和昏暗的空间就在眼前时，他再次吼叫起来：“救命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！”尚宇死死地盯着四周，生怕周围出现什么恐怖的东西。要是这么早手腕脚腕都断掉的话，那可就没有乐子了。你是谁？滚出来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可不能再让你昏过去了，你得清楚地体会到顾客的憎恨才行。这可是我珍藏的好东西，提神醒脑最有效了。尚宇瞬间清醒过来，原本飘忽朦胧的意识变得清晰无比。此时的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和周围环境中的一切。他甚至发现，在远处的黑暗中正有人冷笑地看着自己。是你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说过，我绝对会帮我女儿报仇。贱人，贱人，我就算是死，那么就从脚趾开始吧。听说那个强奸大学生的教授死了，前不久刚放出来。我听那些警官说死相很恐怖。这人死有余辜，听说害了那么多女学生，还逼得人家自杀。那些受害者的家属多么痛苦，还是教书育人的老师，真是畜生都不如。范警官今早接到这家女主人的报警，说自己的丈夫死在卧室。女主人呢？因为看到现场反胃，一直待在卫生间里还没出来。去看看现场。范警官法医还没到，只能先站在门口看了。整片卧室都……顺着声音看去，川龙被眼前的景象震在原地。他待在原地，胃中翻江倒海，但一向意志坚定的他忍着恶心，硬生生的把那强烈的呕吐感压了回去。回去等法医和现场证据采集报告吧。这里肉眼是看不出什么蛛丝马迹了，是谋杀没跑。现在先询问报案人和周围的邻居。正午时分，岳炫从手机新闻中看到了尚宇谋杀案的新闻。看完后，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店主，看来昨天的客户很满意。为自己的亲人报了仇，自然是得偿所愿。不过，也到了她付出代价的时间。这么快？她丈夫吊着一口气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吧。和厉香音一样，复仇之后对这个世界便再无留恋。
蒙氏做的不错，等下你多拿一份奖励给他，毕竟做正事前他还额外做了不少。店主，路上小心。川警官，多谢你的好意相告。既然那畜生死了，我女儿总算瞑目。李阿姨，有时间我会再来看您。这些补品您记得吃，别放过期了。川警官，当年是你给了我们和女儿一个交代，我感激万分。但恐怕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既然那个畜生已死，你我之间就再没有什么瓜葛。你是个好人，我真心的祝你平安顺遂。我们的事你已经尽心，忘掉我们，你才能继续自己的生活。我知道了，李阿姨您保重。你是？我找这家人有事。您来了，看来这就到时间了。很遗憾，你的丈夫只剩几分钟了。不，这个时间正好，我相信这也是他的选择。店主，您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我们无以为报。公平交易，报酬你已经答应过了，还要您看着我们死去，真的给您添麻烦了。无妨，没有遗憾的死亡也是美丽的。月炫先生，多谢你，多谢。你是说上宇的血肉是用手一片一片撕下来的，就连骨头也是用手掰断的？没错，我们确认了10几遍，就如报告里写的一样。血肉还说得过去，可是骨头怎么可能？就算是真的，在血肉和骨头上查不到任何指纹和凶手的皮肤组织又是怎么回事？骨头那么硬那么多，硬生生的用手掰断，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？我啃煮熟的骨头吃，有时候都会弄破手指呢，更别说现场的骨头碎渣还没爆米花大。这就是案件奇怪的地方。按照常理来说，要徒手弄成现场那样，就算凶手再怎么强壮，都会留下线索。可事实就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这可真是深仇大恨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师傅，你怎么看？现场做的这么干净利落，工程量又这么大，绝对是专业人士做的。可是工作了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手法的杀手。会不会是有人从别的地方请来的？请杀手的人肯定和上宇有深仇大恨，那些上宇曾经的受害者最有嫌疑。你不是之前去看过那个自杀女孩的家庭吗？有什么发现？没有特别的地方，只是上宇已死，他们家不想再和我们有过多的接触。我能理解，毕竟看到我们又会想起那些痛苦的回忆。不过这案子还是得查，先查查他们是否有不在场证明吧。喂，是川警官吗？我是片警小马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厉香音和刘亦菲就是刘梦欣的父母，昨天双双死在家里了。不会吧，这也太巧了。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是邻居发现通知了社区，社区叫了120后，说是现场没问题。刘亦菲脑梗而死，厉香音心梗而死。知道他们的遗体被放在哪吗？我们过去看看。知道，咱们这就去。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请问你是这里的店主吗？不，我是这里的服务员，坐在那边的才是我们的店主。我听说你们这里有出租，您说的是不是这个？店主有客人。孙小姐，我是店主岳炫，你稍坐片刻，饮料立刻奉上。你知道我的姓孙，我要的不是饮料，我要的是……我知道，不过一切都要慢慢来。那么孙小姐，请说说你想要什么？我叫孙墨，我想要一个男人全心全意的爱，即便他已是有妇之夫。看来这店果然与众不同。没错，他是有妇之夫，可我们只是相见恨晚而已，我们才是真爱。他的婚姻不过是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情，现在我要把一切纠正。其实我们现在正在热恋，只不过他是个有责任的男人，被道德感和内疚感束缚，才不能下决心离婚和我在一起。但我和他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，为了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，他必须离婚。所以我来这里想让他不再犹豫，一心爱我并做出决定。收下这个玉镯，回去之后将你的愿望告诉他，他会帮你实现。他的名字叫做乐舞，但是实现愿望是需要代价的。什么代价我都愿意，我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？你要钱吗？我有很多钱，都是我爱的那个男人给我的。属于你的一个灵魂就是代价。灵魂作为代价，岂不是要死？那我畅想的未来岂不是没有了？能不能换个其他的？放心，不是立马收取。你愿望实现的时候，你我之间的交易便正式生效。当你口中的男人不再爱你的时候，我才会收取这个代价。若是你不愿意，那就此作罢。若是这样的条件，我愿意呀。如果他不爱我了，那我活着也没有意思。
不过店主，你既然这样说，可能要很久以后才会收取这个代价了。毕竟我和他会永远相爱的。那再见之日，便是收取代价之时。店主，刚才你似乎不太高兴。不高兴倒是没有，只是嫌麻烦。因为他是个小三。其实也不是，人世间最麻烦的便是情爱，一旦纠缠起来，会出现很多理不清的纠葛。你知道的，我最怕麻烦。川龙心中不忍地看着躺在医院停尸房的厉香英夫妻二人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等了7年，凶手终于身亡，最后却是双双归西。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，好的少，惨的多。虽然医学鉴定他们夫妻的死没有问题，可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师傅，刚才那个医生说他们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昨天正午到下午3点左右。怎么了？川龙立刻想到昨天离开厉香英家中时见到了一个男人。昨天我离开时迎面遇到一个去厉香英家里拜访的青年。你怀疑他？可是这对夫妻的死亡没有疑点，怕是不好找来询问。我先查一查那个人的身份，然后再想想办法试试接近他。也只能这样了。说完，两人就离开了医院。孙墨回到家中，心情大好，便慵懒地躺在床上欣赏手腕处的玉镯。等我和张燕结婚后，也让他给我送个相同的。那个店长说，这个手镯的名字叫做月舞来着。什么东西？你不用害怕，我是你从店里租来的恶魔。你不是想要我帮你实现愿望吗？任谁第一次见到这种非常理的情况都会害怕吧？你就是月舞？对，没想到恶魔的脸居然如此美丽，我还以为像电影里那样十分恐怖。那么你现在就要我帮你实现愿望吗？你是我最后的一道保险。今晚我再次提到离婚的事情，要是张燕不同意，那就靠你了。既如此，那就等到那时你再换我。亲爱的，孩子已经快3个月了，你是不是该为了我们娘俩做出决定？默默这1年是决定我能否升任总经理的关键时刻。若是现在离婚和你在一起，可能会功亏一篑。如果真这样，那以后我们俩的生活水平会一落千丈，更别说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。每次你就这么说，我为了你忍辱负重这么久，有要求过什么？现在不过是为了孩子着想，难道你想看着自己的孩子名不正言不顺吗？我昨天专门找了我的医生朋友检查，他说我怀的是个男孩，这可是你张家的独苗。你和苏青结婚后要了那么久的孩子，最后却只生了一个女儿。现在我为了你怀了男孩，谁能光要你张家？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更何况，若不是苏青没去，又让你喘不过气，你也不会选择我啊。默默，把这个孩子打掉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说过了，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苏青在公司里的地位很重要，若是没了他的支持，你和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，这个孩子更不会有好的生长环境。默默，1年就1年，1年之后，等我当上总经理，我会离婚，和你在一起，然后我们重新要个孩子，好不好？